我可怜的女儿怎么就傻乎乎的掉进水里了呢？你要是出事了，让娘可怎么活呀？娘，别担心了，小雪是我未婚妻，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她，我不会让她再次出事的。阿泽，幸好有你救了小雪，小雪痴傻的这10几年，也多亏有你照顾她，保护她。头好痛啊！我这是在哪儿？这是古庄，我穿越了，痴傻，我居然穿越成了一个痴傻了18年的农家女儿。爹娘一直劳心劳力的照顾我这个傻女儿，昨天一不留神我就意外落水，幸好被发现的早，不然我就淹死了。娘，小雪，小雪，你醒了啊！昨天你落水，吓死娘了，幸好有宁泽跟着保护你，不然你出了事，娘该怎么活啊？这就是救我的宁泽，我的未婚夫，还挺帅。他是个孤儿，在我家每天除了干活就是照顾我，不管我多痴傻，他都和我爹娘一样，始终待我很好。小雪，你要是哪里不舒服啊，一定要跟娘说啊。来，慢点喝。谢谢。小雪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刚才我说，坏了，我忘了，我是个傻子，前10几年都没有跟别人说过谢谢，现在我突然不傻了，我得解释清楚，我的脑子真的好了，不然娘他们又会觉得我在说傻话了。娘，我刚才说的是谢谢。我落水里的时候呀，我差点我就淹死了。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观音菩萨，他跟我说我这10几年来的痴傻，都是因为我前世犯了错。如今啊，惩罚结束了，娘，我再也不会痴傻了。我以后我就会跟那些正常的小姑娘一样。小雪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没有骗娘？当然了，娘，你方才不是摸过我吗？你看这像假的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就是老天爷，是他让我活下来的。娘信，你醒了就好，因祸得福，以后就能像正常人一样了，我们都该开心。阿泽，小雪刚醒来，你照顾她一下，我去挖点野菜回来吃，一会儿咱们一起去煮饭。娘，我知道了。阿泽，我头还有点痛，要不你先出去，让我自己待会儿。行，那我在门外守着，有什么事儿叫我一声。这是不是有点太穷了呀？这家徒四壁的。不过我爹娘还有我这小未婚夫对我是真好，我真应该为这个家做点什么。我既然已经不傻了，那我得为这个贫困的家庭赚点钱才对。恭喜宿主获得万能厨房，这里有取之不尽的食材，宿主可以随意使用。万能厨房？还有取之不尽的食材，在哪儿？哇，这么多食材配料，还取之不尽，那我在这个缺衣少食的地方就不会被饿死了，还能养活爹娘和阿泽他们了，说不定我还能成为小厨神呢。这是不是证明我以后可以靠这里的食材做饭赚钱啊？这既来之则安之嘛，我一定会带着爹娘跟阿泽过上好日子。宁泽，这里是我们王家，你一个野种，凭什么拦我？这声音是谁在欺负阿泽？我不是野种。我呸！一个没爹没娘的东西，不是野种是什么？让我雪出来！
小雪身体不舒服，她需要休息，你不准进去。你什么你？活该，让你不让路。哟，醒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你好好说话，她是你堂妹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从小投奔王雪家，你就以为你能帮王雪出头了是吗？什么孤儿配傻子，你俩倒是天生绝配。小雪不傻，不傻，这么大人了，连鞋都不穿。我穿不穿鞋关你屁事啊！就你还敢打我未婚夫是吧你？烦人！傻子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还要挑日子呀？我告诉你，刚刚这一巴掌就是你今天打阿泽的后果，还有之前你欺负阿泽的那些账，我也会跟你慢慢算的。现在你最好给我赶紧滚，要不还打你！要不还打你！切！小雪，你刚刚为了我见义勇为嘛，应该的。对了，我有点饿了，家里还有没有吃的？有的，我去给你拿。啊，这是膳食大全，这些食谱怎么一下子就进到脑子里了？都背下来了，厨房、食材、食谱全都有了，我不发财都难啊！小雪，小雪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没事儿，我就是饿了。不得不说，这地瓜真的好难吃。对了，山上应该还有很多野味，不仅能填饱肚子，还能做膳食调养身体。走，跟我上山。放回去不吃，我等你啊。哦。鸡！阿泽，我要吃鸡，给我抓鸡！小雪啊，就算我们把鸡带回去，咱们也吃不到啊，堂姐肯定会抢走的。我知道，咱们也不带回去吃，你去抓就是。啊，啥意思？哎呀，你不用管，等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快去，那鸡都跑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这附近会有野山菌。当时我还抓来玩，找点配料，再加上自己万能厨房里的调料，今晚这夜宵肯定会很好吃。这么多野山菌，可惜这些都是普通的菌子，不过也好吃，就是没有什么药用价值。回来啦，小雪，野鸡，不过我只抓到一只。一只就一只嘛，也够咱们今晚开个荤了。哎，有火吗？有火吗？啊，我有火折子。火折子也行。那你一会儿在那儿，你挖个坑，再捡点柴火，给我烧点炭吧。然后给我。我去准备一些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哦。啊，去吧。好。阿泽，万能厨房，我来了。整一个奥尔良口味的，甜中带辣，但又不缺咸味。哎，我这锡纸到时候拿层泥包着，我就跟他说这是叫花鸡，应该看不出来吧？我回来啦！那山鸡呢？这不这样的吗？鸡，好好的一只鸡，为啥用泥巴包着？这么脏还能吃吗？那咋不能吃呢？没看过电视剧吧？电视剧？这个是叫花鸡，可香了呢。那行走江湖的男女主都吃这个。叫花鸡，我只听过叫花子。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做？你把那边那个炭扒拉出来。啊。好，这就够了。埋回去，快！哦，对，均匀一点。哎，我来。哎，成了。可是
埋住了还怎么吃？埋住自然有埋住的吃法呀，晚上回来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哦，哎呦，回家了。我跟你说是吧？阿泽，你这是带着小雪去哪了？这是？你这是带着小雪去哪了？这是？啊，爹，我挖野菜去了。对，啊，爹娘，那我先洗菜了。去吧去吧。哎，小雪说话怎么利索了？你娘跟弟弟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哄我高兴呢，看来是真好了。现在聪明了，不光不傻了呢。哦，爹，但是这事儿吧，咱还得瞒着点，不能跟外人讲。你就当我还傻。为什么呀？这好了，这不大家都高兴的事儿吗？这好了是好事儿，咱自己家人开心，那外人呢？哦，老四媳妇儿，不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，还不去做饭，是要饿死我们一大家子吗？小雪，快装傻，别让你奶发现。哎，老四家的，我都喊了大半天了，听没听见呢？也不应一声，都死了吗？娘，我听到了。听到了不应一声，我还以为跟那傻丫头一样都死了呢。娘，小雪没死，她只是身体不太舒服。我看那样还不如死了算了，赔钱货，真晦气。阿泽，娘跟你一起做饭。对，我那个收菜干去。等今晚吃完饭咱们再说。小雪啊，以后啊，可不能再去水边那种危险的地方了。这次啊，幸好你命大，以后啊，乖乖的在家听你爹娘的话啊，听见了没？吃饭吧，吃饭吧。这看起来稀稀拉拉、清汤寡水，真是没胃口喝下去。这汤虽然难喝，菜干还是不错的。要是能做成梅干扣肉，这道菜用来下饭真是绝了。哎，可惜就是没有米饭，没有肉啊！我尿尿，阿泽陪。我带你去。尿尿。吃个饭屁事儿还这么多，真晦气。哎，小雪，你去茅房去这么久，还有你去茅房，你拿个篮子干什么？嘘，我娘，我待会儿跟你说。嘘，弟弟们都睡了没？没有呢。行，孩子，你去厨房拿菜刀过来，小心点，别被发现了。娘，你去帮我把弟弟们叫到你们房间。叫他们干什么？别管了，娘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好。儿他娘，小雪回来了吗？这丫头去茅房去这么长时间。爹，我回来了。爹腿上的伤口一直溃烂好不了，说明这止血草的用处不大，只能缓解爹的一时疼痛。我必须快点赚钱，改善家里的情况，给爹治病，不然再这么下去，爹的腿以后就真的瘸了。小雪回来了，你娘呢？我娘去叫弟弟他们过来。娘，这么晚叫我们起来干什么呀？又没有好吃的。姐，你蹲在这干什么？又做坏事了？我在你心里就只是会做坏事的姐姐，是不是？难道不是吗？你除了抢我吃的，就是撕我衣服，要不就是打我。我还真是只会做坏事，或者说以前压根不知道做的是好是坏。看来只能慢慢改善这个弟弟对我的看法了。怎么说都是亲的。泽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吃东西。鸡，好香的鸡。嘿，阿泽，你把这个鸡都切了吧。小雪，
我怎么不知道你会做这个呀？这个鸡埋到土里就能熟。娘，不是把鸡埋到土里就能熟，这其实你就理解成烤地瓜就行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姐，这个能吃吗？当然能吃啊，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我想分一半给三伯他们吃。咱们家自己还不够吃呢，还给三伯他们。三伯他们对我们好，三伯他们家哪回不是有什么好吃的就给咱们送过来，咱们给他们分这是理所应当的。三伯是对我们好，但是这点咱们自己家还不够吃。你这小没良心的，做人不能太自私，知道吧？阿泽，你拿半只鸡送到你三伯屋里去。阿泽，你带一半去给你三伯送去。好。记得避人。好。大家吃吧。爹娘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们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又不是没吃过鸡，你们吃吧。你们吃，爹娘不饿。那我也不饿。剩这些你们都吃了吧？这个给阿泽的。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也不饿，我也不缺这一次吃的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姐，你以后可以教我做这个鸡吗？以后有鸡我也可以做。当然可以啦，这以后有食材啦，姐教你们做更好吃的。姐，你怎么会做鸡啊？你这小屁孩咋这么多问题呢？问东问西的，关你屁事？我不是小屁孩，我是男子汉。你还男子汉啦？哎呦，厉害死了！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你个臭小子，说什么呢？小心我揍你啊！姐，我是你弟弟，你打我啊？呀，现在又说我是你姐姐啦？阿泽怎么还没回来？按理说给三伯家送完鸡，再顺便去厨房放刀，现在应该回来了呀。不好，阿泽估计是出事了。四婶，他奶喊你们去后院那边，说有事找你们。小雪，你在这收拾收拾，我看看去。爹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让你偷吃！真该死，这藤条打下去，阿泽肯定疼死了。爹，我让你偷吃！别打了，阿泽他不会偷吃的呀。老四，你护着他干什么呀？他是个捡来的。臭小子，大半夜的跑厨房里偷东西吃，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都不姓赵！你个小杂碎，看我打死你！娘啊！他是我领养的，可他也是我儿子呀，你不能问都不问就打呀！什么问不问？这不很明显吗？他跑到厨房里偷东西吃，拿着一把带油的菜刀，还不是想偷偷切肉吗？哎呦娘，您可真是想多了，他切肉干什么呀？这阿泽他也不能吃生的呀。那菜刀上为什么有油？说实话，你来厨房究竟干什么？你来厨房究竟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你唬我呢？大晚上带着一把带油的菜刀，你告诉我你不干什么？反了你了，打死你！娘，差不多得了。老四啊，你这是跟娘说话的语气吗？这是反了你了。娘，您打也打了，肉也没少，放了阿泽吧，他还是个孩子呢。我呸！孩子，都18了还孩子呢。老四，你看清楚，我是你亲娘，他就是一个捡来的杂种。你给我说实话，不然我打到你说为止。我没干什么。看我不打死你！娘，哎呀，够了！是我让阿泽从厨房拿的菜刀又给送回去的。你说什么？今天晚上有人给我送了半只鸡，正好阿泽在那儿，就顺道捎回来了。我又让他去厨房拿了菜刀，用完又给送回去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谁这么好心给你送鸡呀？这大晚上的，吃饭的时候怎么不送？有人从镇上回来就给我带了，说是补身子。像你说的那样，那鸡呢？你忘了咱家吃饭的规矩了？鸡给吃了。吃了？你怎么不知道孝顺你爹你娘？你这个不孝子！老婆子，这都多晚了，没什么大事就别闹了，再吵下去，全村人都听到了。赶紧回屋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既然这样，我就饶了你这个野种。再有下次，我非扒了你的皮！
阿泽，你怎么样了？放心，娘爹，没事。小雪，怎么了，三伯？鸡肉很好吃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我怎么感觉小雪变得正常了？阿泽，血，阿泽你咳血了。没事。你这都吐血了，万一要伤到五脏六腑怎么办啊？咱们村里不是有个老中医叫拐爷爷吗？我带你去拐爷爷那儿看看。走。不用。不行，必须去。家里都没钱吃饭了，哪还有钱看大夫啊？还真是，爹的腿不就是因为没钱看大夫才拖到现在的吗？小雪，拿着这个，带阿泽让你拐爷爷看看，别再严重了。爹，我休息一会儿，我睡一觉就好了。哎呀，必须得去！你要真伤得严重，那小雪后半辈子可怎么办？爹，我听话，去看大夫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幸好送来的及时，如果再晚一点的话，你这个咳血就止不住了。就是大罗神仙来了，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你。你这小命啊，就真没了。拐爷爷，阿泽他到底是怎么了？他是不是伤了五脏六腑呀？你是哪家姑娘啊？师傅，她是王四叔家的傻丫头。傻丫头，你才傻呢！去，准备比帽。哦，拐爷爷，我还是想问一下，阿泽内伤严不严重啊？你为何不问他的外伤怎么样，反而先问他的内伤？拐爷爷，您知道的，这外伤用药就好了，可万一是内伤，那不是不好治吗？放心吧，这小子命硬得很，用我开的方子，他吃了以后啊，卧床休息半个月就好了。那就好。阿泽之前的旧伤也是被打的，打他的不仅是阿娘阿爷，还有二伯、大伯都打过，其他大娘、二娘这些都是打巴掌和数落他，都是因为我过去吃傻，才让阿泽受了这么多委屈。1两银子。哦，好。1两银子是多少个铜板？果然是傻子，1两银子都不知道。我也没学过这呀。你怎么说话的？别张口闭口就是傻子，我看你才是傻子吧！臭小子，村里人说王雪是个傻子，依我看呀，1两银子是多少铜板都不知道，不仅是个傻子，还是个笨蛋，你哥别打架，这是拐爷爷家，我们不是来打架的。又不是看他嘴臭，我才懒得打他呢。行了行了，抓药去。是师傅。你是王胜牛家的姑娘王雪？是啊。都说你是痴傻，这不像啊。拐爷爷，这事说来话长，我现在也不好给你解释。但是拐爷爷，您以后能不能还当我傻呀？您就当我是个大傻子。我现在不太方便跟王家人说我不傻的事。我不是那个嘴碎的人。谢谢拐爷爷。谢谢拐爷爷。这1两银子呀，等于1000个铜板。1两银子等于1000个铜板，爹的全部家当拿出来，顶天也就几十个铜板吧。拐爷爷，我能不能打白条呀？就是我能不能先欠着？但是我不欠很久的呀，就1个月，1个月内我一定赚钱还上。1个月？让我想想。小雪，我不治了，我好很多了。行。爹和娘攒点钱不容易，你就放心治。你放心，我到时候自己赚了钱，我再还给拐爷爷，不花爹娘的钱。小雪，你是说这小子的药钱等你赚够了，然后再给我？当然啦，我自己赚很容易的，1个月内包还给你。这么有自信心？那当然啦，我就不信1个月我还挣不回这1两银子。好，那就1个月。太好了，谢谢拐爷爷。拐爷爷，那既然这样，我想请您能不能帮我爹爷看看呀？
你爹的腿呀，我看过，那是伤到筋脉了，而且好长时间没治，我现在也是无能为力。管爷爷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是不是？你现在不是出去赚钱吗？那你就多赚点钱，带你父亲呢去看名医。管爷爷，您别逗我了，阿泽的内伤您都能治，我爹的腿你咋就治不好了呢？管爷爷呀，这医术有限，那点能力啊已经都施展出来了。不过我前些日子刚钻研了内伤方面的，他正好赶上了。您的意思是说，阿泽他是您医治的内伤第一人？阿泽居然是小白鼠。如果是这样，是不是就说明我也可以通过自学来医治爹的病？对，今晚回去看看有没有给爹治病的方法。就算没有，我多赚点钱，带爹去看一个更好的大夫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管爷爷。记住，他不能再被打了。先去山里抓点小动物放进空间里，还能复制很多出来卖钱。蜈蚣，这蜈蚣药用价值高，能卖不少钱。他奶奶个熊的，我跟你拼了！不闹了吧？蜈蚣有了，蛇有了，剩下的问题就是今晚吃些什么好呢？昨天吃的是瑶鸡，我今天可不想再做瑶鸡了，要不去抓鱼？抓住了！我们家跟三伯家一家一条。哎呦，完美啊！我这手艺。这蛇酒啊不好泡，我还得需要中药去压制蛇毒。比起去找中药呢，我还是这样处理方便一点。鬼爷爷，这蛇能不能抵消一点我之前欠你的药钱呢？这个蛇是你抓的？这个罐子没见过。山上捡的。山上捡的？我上山采药这么多年，这东西我是第一次看见。言归正传，鬼爷爷，你看这蛇能抵消一部分钱吗？我当时是抓了之后才发现，这蛇对我来说没用，但是鬼爷爷对您来说不一样，您可是神医，这蛇对你来说肯定有大用哦。你这丫头，比我们药林聪明多了。师傅，有你这么在背后贬低自己徒儿的吗？这蛇够大够长，这个蛇胆还没破，那就给你50文。多少？50。就50文？这1两银子才是1000文，那我这蛇抵完之后，我还欠你950文。我原本以为能抵消一半呢，结果这1/3都没有。给你50文就不错了，在镇上才不过20文钱。大哥，蛇啊，这可是蛇啊，咬人的，就这么不值钱吗？不是蛇不值钱，你这蛇不是什么稀罕的蛇，这都不懂。行吧，50文就50文。我还可以啊，多给你抵消点钱，只要你把这罐子呀给我。那鬼爷爷，这罐子能抵多少啊？我给你10文。100文。100文，成交。
我还想问一下，如果我到时候拿不出现钱，那我能不能像这次一样，我找别的东西抵消呀？那你看，我这里需要什么呢？药材。爹娘，阿泽，你要是想见宁泽，就跟我走。啥意思啊？跟我走就对了，不然就等着替他收尸吧。就凭你们把阿泽带走，骗谁呢？我和英子是不行，但你怎么肯定我们没找别人？走吧。他奶奶个熊，真疼！王菊香，你不长记性是吧？那2巴掌是不是没打疼你啊？竟让阿泽骗我！我可没骗你，他的确就在这儿。就算你不傻，还不是栽在我手里？阿泽，香儿，你说这傻子不傻了，我今儿一看却没啥区别，还不是那么好骗。把我给放了！你要不放了我，我就回去告诉我爹娘。哟，说话倒是利索了，但人还是傻，放了你可能吗？你们几个到底想干嘛？当然是替香儿好好教训你一顿。宁泽做你未婚夫，果然很配，都是一样蠢。我告诉你，有什么仇你就过来找我报，不许动阿泽。你要是敢动他，那我爹娘肯定不会放过你。二伯二婶不可能为了你跟我爹娘吵起来。你应该知道你在你家里是什么地位。你放心，王雪，我不会动宁泽这个野种，但你，我一定会好好教训。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要么把我弄死，要不然我出去之后，我肯定100倍还回去。王雪，我王菊香是你惹不起的人。英子，愣着干嘛？给我打他！来了。疼啊，表姐！来呀，我看你们谁敢打我！木赤哥，打他！哎，来呀，打我！来，打！这女人疯了！胖子怎么会走？走！打我呀！阿泽，醒醒！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？土豆！我竟然没有发现还有这东西啊！这还是野生的。现在好了，因祸得福，这玩意儿当主食，又饱腹又好吃，还可以做炸薯条、土豆饼。果然啊，这进了山就是饿不着，就看你懂不懂吃了。完美！今天的晚餐呀，清蒸鲈鱼，再来点炸薯条。今晚这顿饭很丰盛。阿泽，哎，你醒了啊？小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说来话长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小雪，啊，这是什么？今天晚上的晚饭，这里边有我今天抓的鲈鱼，然后还有炸薯条，还有土豆饼。炸薯条、土豆饼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哪个缺德玩意儿把你绑起来，还用网子困住你？为什么呀？谁呀？这是？说吧。是王菊香和陈英子。啥？这下手也太狠了吧！这小雪、阿泽，放心，明天我跟你娘去找你二婶跟姑姑说去，必须让他们给个交代。爹娘，你俩现在赚钱已经很辛苦了，这种小事我能处理好的。不就是王菊香吗？要不是他们用宁泽威胁我，能碰到我半根毫毛才怪。你确定？当然了，娘，我确定以及肯定。小雪，不是以前的小雪了。小雪，
不是以前的小雪了。爹，我都有点饿了，你们饿不饿啊？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面糊糊都没了，哪还有吃的呀？咱可以吃这个呀。小雪，这是啥呀？我家啊去山里抓鱼，运气好抓上来了。姐，这是你做的？这个是我在山里遇到了一老爷爷，他说我很有天赋，然后教我做各种吃的，然后就想收我为徒，他还把厨房借给我了呢。就是食材啊，都得我自己去找。山里，老爷爷是咱们村的吧？是咱们村的吧？不知道，师傅没说。他这个人吧，比较神秘，也不让我跟任何人讲，不然师傅会不让我跟他学下厨。姐，不说，绝对不说，每天都能吃到好吃的，而且还不花钱，我才不会把姐的事情说出去的，我又不笨。开动吧。好吃啊！姐，你怎么做的呀？你也教教我好不好？行，等姐学会了，姐就教你。小雪啊，你就跟你师傅好好学，将来啊能到城里面的酒楼当个小厨娘。听说这大厨挣的可不少。爹，这我要是真去酒楼当了大厨，那我天天给你和娘买好吃的呀。好好好，小雪，我以后会好好待你的。怎么，你之前没好好待我呀？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之前是不是觉得我吃傻，所以尽管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一辈子，但是你并不甘心，你其实不是真心喜欢我的，就是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，对吧？这次不一样，小雪。我以后好好的对你，真心实意的对你。爹，这么一大块田都是咱家的，这么多地，家里怎么还会没钱用呢？咱家就2亩地，那剩下的都是人家的。咱家地小，就种了点白菜、金银花，还有这芥菜。爹，咱家还种芥菜了？嘿，最没用的就是这芥菜，卖不出去没人要，晾成干也没白菜好吃，正准备薅了换别的呢。薅它干啥呀？爹，咱们干嘛不腌酸呢？你给芥菜腌酸了之后，咱们还可以拿去卖。酸菜这东西啊，它不就是又可以……酸菜？没听说过呀。不会吧？这个时代难道没有酸菜？如果没有酸菜的话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靠酸菜挣钱？只不过腌制酸菜需要一定的时间，特别是在这缺乏很多东西的年代。爹，反正这芥菜能腌酸，腌酸了很有用的。这也是你跟你师傅学的？我师傅教我可多了。行，那我这就给你摘了，你拿回去看看怎么腌，我也跟你学学。这下子我手上有即将养殖的蜈蚣，准备腌制的酸菜，这都需要很长时间，不能着急。目前我得找到能尽快赚钱的东西。小雪，你和阿泽身上都有伤，你们几个在这儿歇着吧，我去给你们摘。谢谢爹。把那小筐拿来，挖点土。姐，你要泥土干什么？养蜈蚣呀。姐，你再说一遍，要养蜈蚣。养蜈蚣。瞧你俩那小胆儿，有那么吓人吗？这蜈蚣能卖很多钱，到时候你想吃多少肉都有。真的吗？那到时候他们会爬得满地都是吗？不会的，到时候我买一个这么大的罐子，不会爬出来的，放我自己屋里边养。放在你房间？这种又毒又恐怖的东西，恐怕全村都找不到第2个像你这样的人吧。行啦，就是你们哥俩话多，你俩给我装点土，我和阿泽去别墅转转。这个就是草莓，草莓是我最爱吃的水果。
姐，娘从山里摘了什么稀奇古怪的？这能吃吗？这当然能吃了，而且还很甜。好吃到要哭了！没想到在这里能吃到这个，你也尝尝。酸甜，真好吃。姐，这是什么呀？你从哪里摘的？我也要去摘这个吃。这个呀，叫草莓，是一种非常酸甜可口的水果。爹，你跟娘啥时候去集市上卖菜啊？我也想去。后天，正好赶集，买菜的人多。那到时候我跟着你去。我打算把这个草莓也拿到集市上去卖一卖。这个东西它好吃是挺好吃的，可是谁也没见过，都不敢吃，这能有人买吗？虽然没见过，没关系，到时候把价格卖得便宜一些，就有人买啦。救命啊！我的孩子掉水里了！娘，救命呀！小猪，我的孩子，谁来救救我的孩子？你们看到了一个人影，好像跳河了吗？是我大白天见过不成？我也看到了一道很快的影子。对，你说这是谁家男娃，跑得竟然如此之快？不知道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走。别动他。好了，朱家乐，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娘，我再也不贪玩了。丫头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没事儿，这不顺手的事儿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雪。小雪姐姐，我叫朱家乐，你可以跟我爹娘一样叫我小朱，我娘姓陈。行，小雪姑娘，这点东西不成敬意，你拿着吧。哎呀，婶子，我救他不是为了这些东西。哎呀，这有什么？我家那口子就是镇子上卖猪肉的，以后你想吃肉，找我们朱家就行，拿着吧。那谢谢婶子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婶子，玉佩。哎，算了，下次去镇上再给他吧。站住！手里什么东西？交出来！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凭什么给你？我自己的东西。这一篮子的蛋和肉，一看明明是从家里偷的。就你四方穷酸样能买得起这些？我刚从外边回来，你说我在家里边偷东西，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混账东西，怎么跟你奶奶说话呢？就是，这肉和鸡蛋明明是阿奶买的。哎呦，你这个死丫头啊！从家里偷了肉跑出去，你对得起我花了那么多钱养活你们家6口的吃喝吗？我这老婆子怎么这么懒呢？她是你这样的孙女儿？这丫头一点孝心都没有。我王家养了你10几年，现在被揭穿是装傻，转头就不念家里的好，真是狼子野心。还真是个白眼狼，还不赶紧把那肉和鸡蛋交出来！说完了吗？哎，你啥意思啊？耳听为虚，懂不懂？多大个人了，见风是风的。你看这人，别人说啥你就信啥，你脑子呢？王雪，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难道你阿奶还冤枉你不成？就是，一点尊卑也不分。老四这闺女自从不傻了之后啊，反倒是没了教养。这肉不是我偷的，这是别人送给我的。你放屁！你当我们傻呀？你要说送给你爹娘，我们还相信。这么大一块肉，少说也得3两银子，谁会无缘无故送给你这小丫头？东西是我们送的，你们谁有意见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丢了很重要的东西，爹把我骂了一顿，现在爹娘陪我出来找。是这个吗？原来在小雪姐姐这儿呀，这样我就不用挨爹娘骂了。朱大成，你刚刚说是你们送给这丫头的，为什么呀？我不记得你这朱家跟这王家有关系啊？有没有关系关你屁事？轮得到你问东问西了吗？
够拿耗子。哟，这朱家乐的爹还真是够猛，就是这名字听起来朱大长，用来报仇肯定很不错。小雪姐，你放心，我爹娘来了，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。那得多麻烦呐！王四叔，别客气，要不是小雪姐姐把我从河里捞上来，我现在连命都没了。怎么回事？我掉进河里，小雪姐姐把我从河里捞出来，要不然我就被河水冲走了。啥？小雪，你跳河了？说啥？谢谢你们送我一篮子吃的。别客气，这都是应该的，毕竟你救了我儿子，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哎呀，举手之劳罢了。那可不能这么说，当时那么多人看着，只有你不要命的跳下去，可不像有些人，有用的时候怂的没胆，没用的时候啊，在这里欺负一个小姑娘。所以肉和鸡蛋是我们送给小雪的，我看谁敢拿。哎呀，反正都是要拿回家一块吃的嘛，是不是你们送的都一样？谁说我要跟你一块吃了？这个是朱大叔他们一家送给我的肉，给我的，我干嘛要跟你一块吃？再说了，我这就算是吃，那我也是跟我爹娘我们一家吃，我干嘛跟你吃啊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啊。我们一家每天就是玉米糊糊和菜干，你们几方吃肉吃青菜。今天大家伙正好都在，我就请大家给我们一家人评评理。你看这事儿，是小雪啊。小雪，我看到你救了朱家小子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，我们给你撑腰。每个月的月份钱我们家都交了，可吃肉吃菜的时候呢，就永远都是你们几方。像他这种不干活不交钱的废物，他都有肉吃，凭什么呀？我爹之前伤了腿，阿南你1分钱都不肯支钱给我爹，那可是会影响到走路的伤呀。你不闻不问，不管不顾。大伯呢？大伯他就打了个喷嚏，他给你说要2两银子，你说给就给。我们一家又不是不把钱还给你，但是你就是不借。这赵老婆子怎么是这么个人？都是自家孩子，怎么能偏心成这样？平常阿南你打我骂我，那我都认了。可今天朱大叔他们一家为了感谢我，给我肉和菜，你们为什么又要拿走？我就想我们一家人改善伙食。你看我爹我娘，还有我们家这几个弟弟，他们天天都吃不饱饭，我们干嘛就不能吃顿好的？我们这日子怎么就这么苦啊？小雪，都怪娘没用。我看王老四夫妻俩平时也孝顺，孩子也懂事，要不是今天委屈到了极点，被逼成这样，恐怕他们还是要忍着。可不是嘛，这几房也太恶心了。还有那个王菊香，也不知道找点活干挣钱，就是啃家里的。我看除了老三、老四2房，其他人都不是什么好货色。老婆子还不稀罕了呢。咦，太过分了！再怎么样也不该浪费吃的。这老婆子真是霸道不讲理，就是老泼皮。哎呦，雪，起来，不用难过，沈家还有鸡蛋，我再给你拿几个啊。我就是心疼这鸡蛋，就这样白白没了。我们一家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鸡蛋了。站住！干什么？你把我的鸡蛋打碎了，赔！什么你的？你已经给了那死丫头了，就是那死丫头的了。至于那死丫头的东西啊，我就算喂了狗也不给她吃。你也没有资格跟我们说什么。阿南，那我要是说这些东西啊，我本来就是要拿回去还给我婶子的，如今被你弄坏了，我婶子是不是就有资格让你赔了？你个死丫头，你胳膊肘往外拐呀！我可是你亲阿奶。你是吗？那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过你亲孙女啊？不给你就砸了，你可曾为我们想过？怎么着？你又不是第1天没肉吃，你就缺这1顿吗？那你们呢？你们顿顿都有肉吃，怎么就缺这1顿啊？哎，老四啊，你就这么纵容这死丫头对娘不敬吗？娘再怎么说也把咱们兄妹几个拉扯大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娘啊？行了，别说了，我看这老四啊，良心是被狗吃了。娘，咱回去歇着。我让你们走了吗？怎么着？你还想打我不成啊？这肉啊被你弄脏了，你给我赔钱。我平时卖3两银子，现在我收你1两，还有这菜和鸡蛋50文，
你不赔钱，休想走！我赔你个鬼！我老婆子就是没钱。我也没用什么力气啊。他娘，你没事吧？大长，都有人当着你的面欺负你媳妇儿了。死老太婆，你干什么？朱兄弟，好端端的抢我们给小雪的恩礼，现在又欺负我媳妇儿，你真以为我朱大长是吃素的吗？你可别冲动啊，我这身子骨可经不起吓唬啊。我管你呢，说吧，怎么赔？我没钱。没钱你干嘛把这些东西都砸了啊？不是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朱兄弟，别！哎呀，老四啊，你们两个人心，看着你娘我被这样欺负了，你们还不救救我？哎呀，我真是白养了你们这么大了。朱兄弟，我娘她知道错了，你先把这刀放下，可别伤了自己啊！我不管，这死老太婆不给我媳妇儿道歉，不陪我就不罢休。小雪啊，要不就这么算了，好歹她是你阿奶啊。爹，你别掺和，阿奶做错事就要承担责任。哎呦，你这不是逼死他？你阿奶哪有那些钱呐？爹，你想啊，那当时我大伯他就打了个喷嚏，阿奶都能轻松拿出2两银子，这死老太婆能没钱？你这个死丫头，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这丫头你就不配活着！够了！你要是不赔钱，我就把你绑起来，狠狠地打一顿，你自己选。我们可不是好惹的。我就没钱，能怎么着？你赔不赔钱？撒手！哎呀！等！哎呀，朱兄弟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实在不行，这钱，哎呦，我们出。爹，你认真的？这怎么说是你阿奶？这是我亲娘啊！行，朱大叔、朱大婶，谢谢你们今天为我出头，但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。今天就看在小雪的面子上饶了你，下次再让我知道你把我们送给小雪的东西砸了，我就把你这老骨头砸了。小雪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谢谢。走吧，媳妇儿。别想把肉拿到厨房里，要么肉一起吃，要么今天晚上你们谁都别想吃饭。不吃就不吃。爹娘，咱走。你们今天要敢出这个家门，以后别想进家里吃饭。娘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哎，阿泽。小雪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朱啊，你爹娘在家吗？小朱是谁呀？娘，是小雪姐还有她的家人。哎呦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是咋了？想请您帮忙用一下您家厨房。哎呦，我说啥事儿呢？快进来吧，我们正好也没吃饭，待会儿咱们一块吃啊。那婶子，今晚就我来做饭吧，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。行，进，快进。叔，我这做的一共8个菜，888，发，我祝朱叔发大财。哎呦，这8字不错，我喜欢。叔，这个呀是血肠，你们快尝尝，很好吃的。哎呀，这闻着好香啊！哎，小雪，这明明是猪血，怎么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呢？其实这个就是把新鲜的猪血灌进猪小肠里面，只要把2头拧紧，放锅里煮熟就行了。煮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最重要的是这蘸酱是用特殊的办法调制的，属于是地方特色美食。那我以后得试试啊。这还有炒大肠。这怎么酸酸的，还挺好吃。您吃的这个是酸菜，这个菜啊也是经过我秘制手法特殊腌制的。小雪啊，你这做菜的手艺比你婶儿都好啊，不，应该说是比镇上酒楼大厨做的菜都好吃。哎，小雪，我记得你以前不是……怎么现在能做这么多菜呀？我师傅教给我的。师傅？你还有师傅呢？王老四，以前小雪是脑子不好，现在清醒了，这是又下厨又拜师的。你说你哪来的福气有这么好的女儿呀？哎呦，说笑了，不过这确实是我们的福气。
才能有这么一个懂事的女儿啊！我听说雪是已经许配给他了吗？是，都怪我们这些当爹当娘的没用，但也得先替小雪考虑。挺好的，阿泽这人呐，一看就是个好丈夫。是啊。好了，叔，你们明天去不去镇上赶集啊？去啊！我刚杀了头猪，明天要拖到镇上去。叔啊，婶，那您家还有没有多余的牛车呀？俺们明天想去镇上卖菜。但是现在手里没什么钱，别的牛车都不肯赊账，我们想找您赊个账。你们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明天跟我坐1辆牛车，我家这牛车大，装你们也装得下。那就多谢叔了，叔，我们这趟赚了钱，一定还你。客气啥，就是顺路拉一趟，反正我也得去镇上。来，吃。来，吃。娘，那我得先去趟万能厨房，把我的草莓拿出来卖。我这厨房里啥时候还有个门？之前没有啊，这门通向哪里啊？我靠，这给我干哪来了？蓝天、白云，还有这大空地啊！这么大面积，这空地正好可以用来晒菜干啊！我的空间难道还会升级不成？不对，我不是来拿草莓的吗？一会儿再来晒菜干。我之前摘的不是半筐吗？我的草莓还会下崽呢。系统已升级成功，厨房里面原有的东西是源源不绝的，但这带进来的东西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慢慢增加，就如同这草莓，或许等会儿就会出现2筐。真变2筐了！太棒了，还能复制东西。那这么说，我带进来的东西随着时间变化，它就会越变越多。我如果把蜈蚣带进来饲养，那我不就能有源源不断的蜈蚣，我就能挣很多钱了。客人看看草莓，再看看吧。小雪，你为何要在这里摆摊？我看外面那条大街上才是菜贩子最多的地方。我打听过了，这儿是花府后门，每逢开市花府管家都在这里挑菜买菜。如果让管家挑中了咱们的草莓，给咱们整个摊全包了，咱今天就不用风吹日晒了。再给你展示个绝活。什么绝活？草莓哟，新鲜的草莓，保证你没看过、没吃过、更没有见过的草莓。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。小雪，我也想试试。你行吗？我试一下。草莓，香甜可口的草莓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大家可以过来尝一尝。小姑娘，你刚才喊说这个叫草莓是吧？对，伯伯，你要来点吗？我家少爷对你这个感兴趣，可否挪步过去？行。没事，少爷，他过来了。请少爷尝尝草莓，洗干净的，不好吃的话不要钱的。老林，姑娘，可否将你的草莓放在此帕上？少爷。
问一下如何卖？姑娘，这草莓怎么卖啊？1两银子，5颗。啊？姑娘，这草莓要1两银子5个，你这价格也……老林，给他吧。是。这草莓我们全要了。那太好了，那就这样吧。方才那1颗呢，算是我请你们家少爷吃了，剩下这些成会，那就3两银子吧。行，这次赌对了，大少爷绝对不缺钱。来，收下吧。谢谢。姐姐，这筐我可不能给你，这筐是我跟人家借的，还要还呢。无妨，这个多少钱？我们一并买下便是。这个也就10几万。老林，给他1两银子。好。1两银子可用不上，就给10几个铜板就行，没那么值钱。姑娘，你就收下吧，我们家少爷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来，拿着。你们家少爷真是个好人。行，那我走了，谢谢伯伯，谢谢少爷。姑娘。有事儿？我们家少爷说了，如果你还有草莓或者其他好吃的，都可以带来我们花府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伯伯。就是我下次来的话，我该如何通报？你就说找我们大少爷身边的老林就行。好嘞，那我明白了，多谢伯伯，多谢少爷了。小雪，咱们走吧。好。咱们去菜市找娘，看看娘那边的菜卖的如何了。好。娘呢？婶子，刚刚在这儿卖菜的那个妇人，您瞧见了吗？那个是你娘吧？刚才有几个小流氓在收摊位费，你娘没有拿出来。那几个小流氓说，你爹之前就欠了钱，加起来要好几两银子呢。我记得他们对于不给钱的男人就是一顿打，如果是女的，可能就……婶子，什么时候带走的？往哪个方向去了？你知道吗？就在前面右拐的一家赌坊里。谢谢。我去报官。不用去了，这摊费本来是交给官爷就行，现在又冒出几个流氓收摊费。而且这么久都没被抓，这说明他就是官匪勾结的，指不定这些流氓的头子早就给官府塞钱了。我得去救娘。这样，你跟我过去，但是都得听我的，万一救不了娘，你就先跑，回来搬救兵。小丫头，你拿着棍子是来闹事的吗？去，别捣乱啊！我要见你们老大。小丫头，口气不小啊，想找打是吧？说说看，见我们老大干什么？大哥，让我们进去吧，我属我娘。你跟我走吧。白老大，这丫头说来赎她娘。哟，这小丫头胆子不小啊！我娘呢？你娘啊！来人，把她带上来。小雪，你怎么来了？白老大，我下次一定把钱拿来，我保证你不要伤害我的儿女。我可没伤害他们，他们自己找上门来的。什么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娘，我没事儿，别担心我。白老大是吧？说吧，你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娘？你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娘？当然是钱了。
算上之前的，加上今天的，5两银子也有了。5两银子，我现在没有。但应该还有别的路可选吧？别的路，这我还真没想过。要不然让那小子把胳膊留下来，我就放你娘走，怎么样？不行，钱我现在虽然没有，但胳膊也不能留。这样，你不是开赌坊的吗？我与你赌一局，3局2胜，如何？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跟我说跟我赌，还是一个小姑娘，有趣，相当有趣。到底赌不赌？一句话的事儿，说了这么多，你该不会是怕输吧？赌，你要是输了怎么办？你说。要是你输了，我也可以放你娘离开，只不过你这小丫头得留下来服侍老子。行，不行。放心吧，我一定能赢的，我不会输的。阿泽，帮我照顾好娘。好，如果觉得危险，喊我一声。娘。说吧，想怎么玩？摇骰子来2局，比大小。要是你输了，只要像他这样，在我这里坚持1炷香的时间，我就放你们走。行。好，痛快。大小选到谁就是谁，老天爷帮帮我。小。老大，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？骰子都碎了，这算啥？这好端端的怎么碎了？大小要看点数，现在点数都没有，没有点数那就是小。行，现在换我了，大还是小？小，肯定是大。如果3个加起来小于或等于10，那就是小，他赢。老天爷一定要保佑，千万不要小。成了！哎呀，白老大，你输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还是我第一次输，还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场子输。老大，我觉得这丫头肯定搞鬼了，这骰子怎么说碎就碎呢？我也觉得，用了这么久的骰子，说碎就碎，这里面一定有鬼。老大，把这丫头抓起来审问一下吧。小丫头，这次就放过你们，但事儿还没完，就看你们下次怎么离开了。哼，下次我还是能走。知道赌神吗？才没卖到钱，还连累你到赌坊救我。娘，没事儿，我今天赚了4两呢。真的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这一会儿功夫就赚了4两银子。这些年来，我和你爹1个月都不一定能赚到4两。当然是真的啦。娘，我以后一定会赚更多的钱，我一定让你跟爹都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。好孩子，你有这份心，娘就很开心了。哦，对了，娘，我今天赚的这4两银子，有1两是不能花的，到时候要还给管爷爷。还有1两，你拿着，你拿回去给爹，换成铜板在家里存着。我自己也留1两，我收着，以防万一哪天有急用。这最后1两嘛，娘，花了它，你看看有什么需要买的。行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娘，去买点粮食，再买点肉。好，你跟宁泽也去逛逛，一会儿我们就在这里会合。好。妈的，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差？哎，别提了，我现在还欠一屁股钱呢。要我说，就怪王雪那丫头坏了老子的运气。就是，好端端的骰子都能摇碎，晦气！要是再让我碰见她，非宰了她不可。哎，
那不王雪呢，丫头？妈的，就是他们，追！快钻进去！那丫头和那臭小子呢？怎么跑这么快？对啊，这就不见了。没道理，他俩比我们更熟悉这里啊！往前面看看。哎，来，把这桶抬进院里。嘘。哎，林管家，这就是大夫人今天订的浴桶啊，有劳了。小的看见眼睛，里边有双眼睛。别在这鬼哭狼嚎的，吵到少爷午休。林伯，是你啊！原来这是你家呀，真是好巧啊！你这丫头怎么在浴桶里啊？你们混进来有什么目的？你别害我呀！林管家，这不是我带进来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安静，少爷在午休。是。伯伯，抱歉，我们之前是为了躲人，所以才躲进这浴桶里面，不是故意想混进来的。你们先在这等着，我们花府啊，可不是想进就能进的，一切啊，等少爷醒后再做决定。行。这丫头还真是胆大，进了别人家的地盘，还能这么镇定的坐下来等。这丫头是不是不知道花府在白头镇是什么地位？哎，你们两个跟我来，少爷要见你们。少爷，人带来了。你们为何会来少爷的院子？姐姐好，我们两个是之前被坏人追，我们跑呀跑，但是那个巷子吧，我们是真不熟。后面看到这么大一个浴盆，我俩就躲进去了。这不知道咋回事就到这儿了。要不是碰到伯伯呀，我俩甚至都不知道这就是花府。以上就是全过程。没有撒谎？当然没有了，姐姐。我俩哪可能是撒谎的人啊！你看我俩老实的不得了，而且我俩这没事闲的，我俩来这花府干啥呀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偷东西的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偷东西的？嘘，姐姐，那你说这话就错了。我俩要是真偷东西啊，那我俩去钱庄偷是不是更合适啊？直接偷钱出来，我俩到这花府还得挑挑拣拣。我俩又不识货，偷完东西之后我俩去卖，万一被人逮着呢，那多不合适啊！伶牙俐齿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雪，他呢？他叫宁泽，是我的未婚夫兼朋友。这么小的年纪，未婚夫竟然都有了？姐姐，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然后定亲，有什么奇怪的吗？没有，我这后院缺生火的丫鬟和家丁，你们俩要不要过来？工钱1个月1两银子。不要。理由，花府的下人1个月才100文，1两也不少了。我们两个有手有脚的，有赚钱能力，我不卖身为奴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一个小丫头拿什么赚钱？花少爷，我之前卖的草莓，您不是都吃过了吗？那我还可以卖菜卖肉，我可以自己开铺子，我还可以跟别人合伙开铺子。这世界上赚钱的法子那么多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赚不到的钱。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头脑，孺子可教。老林，护送他们离开。是。多谢少爷。对了，林叔，先把膳食方子给我，我让下人们去准备。瞧我这脑子，来。这道方子上面用的2道菜似乎不能一起用吧？
林伯啊，我问一下，这方子哪来的呀？小姑娘，你问这个干嘛？这里面有菠菜、黄鳝，可是这两个东西是不能一块食用的，轻则呢肚子不适，重则呀呕吐、腹泻不止。你凭什么说这俩东西不能一起吃啊？林伯，那你要是不信我，我再怎么解释都没用，大不了您可以试验一下呗。老林，哎，按照这个方子去做一份。是少爷。二位请坐。哎呀，雷姑娘，这椅子不愧是有钱人家的椅子，这是比咱们家的木头桩子得劲儿多了。喂，小丫头，你该不会想在这儿骗吃骗喝吧？我骗吃骗喝？对啊，说不定你就是接着跟我们说这些不能吃，然后以实验为借口骗吃。笑什么？这位姐姐，我想啊，有几点应该是搞错了。第一，我只说是吃，可我没说这试吃对象是我吧。第二，这道菜啊是你家少爷让做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啊。第二，这道菜啊是你家少爷让做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啊。第三，你别看我们两个没什么规矩，但是我们也不至于出来骗吃骗喝。第四，我这只是建议，但是信不信还是要取决于你们的。你不试吃，那你说什么？古灵精怪。少爷，这是我看着厨子一步一步做出来的，端过来也是仅我一人之手。哎，姑娘，我先给你放这儿晾一晾。确实得晾一晾，但是伯伯搞错了，我不喝。你不喝，谁喝呀？问你大少爷呗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老奴来喝吧。等一下，你又想搞什么花样？啊？我不想搞什么花样。伯伯，咱们虽然不熟，但你人也挺好的。我知道这腹泻的滋味，他就算是吃药，也得缓上好些日子呢。伯伯，你又那么瘦，你要是腹泻，那得多难受啊！但我一个小姑娘，我身强体壮，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倒是可以试试。但是什么？我有条件的。看吧，就是骗吃骗喝骗钱的。你想要什么？我一个是想要药，虽然吃药没有太大用，但是也多少能缓解一下，我能好受点。第二，我确实要到少爷您家的厨房，我去挑些吃的，但是我不挑肉。我们家6口人，我有爹娘还有弟弟，好多好吃的，他们没见过没吃过，我想带回家给他们尝尝。好，我也有条件。您说。帮我看看这个方子上所有食物，所有能吃的不能吃的，理由是什么，都告诉我。做完这些以后，你就可以去厨房，想拿什么拿什么，想拿多少拿多少。行，成交。这不是什么难事，古代都是普通的菜，利用食物相克的原理，很容易就能知道哪些能吃，哪些不能吃。那我喝了。我来吧。我不是说过这吃了会腹泻吗？宁泽怎么抢着喝呀？这就是被偏爱的感觉吗？喝完了。你傻不傻呀？坏了！伯伯，拜托你，你能不能先带他去茅房？快跟我来！对了，还有药，麻烦少爷让这个姐姐去拿一下药。不，让下人去。子夜，你去吧。可是少爷，我怕他。子夜，没事儿，快去快回。少爷，姐姐，我叫王雪，我住在龙泉村，我家里边有我爹娘，还有2个弟弟。刚刚的阿泽，他是我爹娘领养的孩子。如果这你都不放心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。
哎呀，没那么严重。子夜，快去吧。是，子怡去就回。要是少爷出事儿，我就把你那个小情郎大卸8块。谢。阿泽，阿泽，阿泽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死不了。少爷，的确如小姑娘所说，轻者肚子不舒服，重者呕吐腹泻。少爷，我看今天天色也不早了，那我跟阿泽要回去了，不然我娘他们会担心我。那麻烦你先看看方子。行。看完了，除了刚刚那道菜，别的都没问题。啊？你确定了？都没问题？也不保准啊。我不保准你们有没有人会在这些菜里边放什么东西，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被别人做手脚的情况下，就这些食材没有相克的。哦，你一个小丫头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有师傅，我师傅呢，他会医术，会做饭，他可厉害了。就是可惜，我现在只会厨艺。你师傅会医术？那能否引荐一下？对不起啊，伯伯，我师傅他神秘莫测，我跟他一直都是单线联系。原来如此。哎，老林，带这位姑娘去厨房，随便她拿。是，少爷。请。哎，等等，干嘛？这是你要的药。谢谢姐姐，走吧，林叔。哎，走。哇，果然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，这我都没见过这么多菜。林叔啊，你这能不能借个筐给我啊？我下回赶集的时候我就还你，行不？你这丫头，难不成要把厨房搬走啊？可以吗？芹菜、洋葱、排骨，再来点猪蹄，都放在我的万能厨房里，慢慢复制吧。你真是3辈子没吃过饭吗？拿了这么多啊！你不懂，我们呀，一天就只能吃2顿饭，我都没吃饱过呢。就这些菜，我们能吃1个月呢。1个月？这菜几天就吃完了？哎呀，所以啊，这就是穷人跟富人的区别。阿泽，你好点没？还能不能走？要不我去坐辆牛车呗？不用，我可以借马车给你。但下次集市，我要看到完好无损的马车，以及你卖的东西给我优惠如何？行，不就是便宜点嘛，反正这草莓也是野生的。少爷，想必是那大房搞的鬼，我让人重新拿菜谱过来。不用麻烦了，王雪说剩下的菜没问题。可是少爷，你信那个丫头啊？信，当然信。若是错了，只能说明我识人不清。万能厨房升级完成，每日自动复制存量食材1倍。哇！我算算啊，每日1倍，那我今天放进去10斤猪蹄，我明天那就是20斤猪蹄吗？我以后我卖的猪蹄我都不用买原材料了。哎呀，发了，真的想发了。哎呀，进去，全部进去。
哎呦，咋啦？小雪啊，你哪来这么多猪蹄啊？昨天在集市上只买了3只啊！哎呀，你别管了。对了，一会儿你帮我烧一锅水，这些猪蹄啊，我得焯水去腥，然后水里呢还得加些葱姜蒜，加上桂皮香叶，然后还要加一些……你这孩子，咱家就算有钱，也经不起你这么造啊！娘，我这1分钱没花，全凭个人魅力。哎呀，娘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师傅呀，他给了我一个卤肉方子。什么？我师傅跟我说，按照这个方子卤出来呀，你这块卤出来的肉呢，保证给那些街上的卤肉摊子都干花。就差嘴皮子啊！真有那么香？当然了。还真挺香的。我还没卤呢。烧水去，烧水去，烧水。小雪丫头，你这锅里炖的啥呀？勾得我这肠子都快出来了。猪条儿，那15文1只，咋样？来1只尝尝。这15文1只，你这是抢钱呢！现在猪肉20文1斤。婶子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我这猪蹄啊，我卤3个时辰，而且你看，我光用料我就用了20多味呢。这卤猪条啊，热着吃软嫩弹牙，凉着吃还更筋道呢。你买1只回去，给你孙子尝尝。能尝尝吗？来，尝尝。尝尝。哎呦喂，这么绝了，比城里9楼的都香！来，给我来2只。哎，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瞧一瞧看一看啦！花府大少爷都爱吃的卤猪条啊！给我来3只，我倒要尝尝花府少爷的口味。我也要，都有，给我2个。慢点，都有。少爷，王雪那丫头啊，在集市摆摊卖猪蹄儿，我买了只回来，您尝尝。王雪这手艺，看着比镇上9楼的厨子还强。可不是嘛，排大长队呢。那丫头说啊，您就爱吃她家的猪蹄儿。哎，少爷，您不能乱吃。你今天话真多，出去。哼。让他明天送府上来，送10只。10只？少爷，您平时只吃2块肉，分给府里下人吃。好。我们少爷身子弱，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能吃的。这些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这是我新做的5香卤猪蹄。我考虑到花少爷是个病人嘛，我就没放那么多盐跟辣椒。这少爷一到阴天雨天，稍微有一点寒气，这腿就受不了了。不知道这病到底什么时候能好。他这个，那这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少爷那是早年受了寒，休息2天就好了。我没胡说八道，他一到阴雨天膝盖就痛，对不对？而且遇寒加重，到了夜里还会发麻。我师傅说了，这种啊得靠药膳，光靠喝汤药没用的。你师傅会治风湿？来，里边请。这风湿性关节炎啊，得靠药膳温补。然后呢，
林叔，记着啊，这羊肉啊，它性热，到时候得加一些麦冬中和一下，不然吃多了上火。哦，那这汤得炖多久啊？这汤至少得炖1个时辰吧。到时候呀，你得用那个筷子扎一下羊肉，等到这个羊肉一扎它就软烂，这就炖得差不多了。让你家少爷坚持每天呢喝上1碗，不出1个月，保证也好吃。哦，林叔，这个给你家少爷配着小米粥吃，好消化。你这丫头啊，倒是比我们府上的厨子还细心。竟然真的比往常灵活些。少爷，您竟吃了一整只猪蹄啊！啊，王雪手艺是不错，明天再让她送10只来，顺便把药上方子也给带来。她一个乡下丫头，哪懂什么方子？别是瞎糊弄人。她不会糊弄我的，出去。是少爷。小雪啊，听说你给那个花府送吃的。那大户人家规矩多，你可得仔细着点，别惹他们不高兴。不怕，爹，那花少爷可欣赏我了，他还要给我钱投资，让我开酒楼呢。还有这事儿？到时候赚了钱，我就给爹治腿。哎，不用，爹这腿啊瘸了5年了，这都废了，治不好。这话咋能这么说呢？那拐爷爷都说了，说京城里头呀有个神医，他专门就治腿的，可厉害了呢。我想着等钱攒够了，我就给爹您这个腿治上，就是到时候路费贵了点，不过我能赚钱。看，爹，咱这还有钱。您先拿着这些银子，买点好吃的补补。我这一辈子我没穿过好衣裳，也没吃过饱饭，倒有你这么个愿意砸钱给我治腿的闺女。药膳须对症，你懂医术？但是我师傅懂，我师傅他教过我一些，什么当归补气血，茯苓能祛湿，哎呀，反正挺多的。我呀打算分成3等，要说给富人呢，就用贵的参茸；给商户就用枸杞啊、百合这种平价一点的药；最后一层是给百姓的，红豆薏米就行，这是最基础的。可药材贵呀，这寻常人家哪吃得起呀？哎，我算过了，这便宜的药膳1碗才5文钱，这不比肉包子还便宜吗？哎，有意思。我出本钱，你给我4成利如何？4成利要太多了吧？我可是出手艺的，我最多给你3成。哎，我出场地、药材、人手，3成是不是太少了？3乘5，怎么样？你要是不行，我就不跟你干了。我摆摊我也赚钱。丫头，你就别跟我少爷讨价还价了。哎，3乘5就3乘5，不过还有一个要求，酒楼的菜谱得先由我来过目，如何？成。解锁药膳配方库，可查询对症食谱。你给我查查，我要治风湿的。慢点，我记一下。这个是吧？还有呢？这些，我先给花君墨做一份，给他调理调理他的风湿，应该能快点治好吧。
二位小哥，挂这就行，慢一点。哎，累不累啊？别干了，让工人干就行了。不累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卤猪脚的料用完了，咱们去镇上买点吧。哎，小事儿不用买，我已经弄了20坛卤料了。什么？嘘，千万别告诉别人，这是咱们的秘密武器。我不说。啊，可是这么多，咱们也用不完啊。小事儿，用不完就卖给别人嘛，到时候又有一大笔钱。少爷，少爷，你是不是下毒了？不可能，那是补气血的，不会出。花少爷，您应该不会是对黄芪过敏吧？无妨，是我没说清楚。对不住，是我没提前跟你说，我明日给你做山药排骨汤，那个温和。我没关系的，没什么大碍，下次注意就好。哎，火候差不多了。12、14、这玩意儿就是得小火慢炖，慢慢的它才能一点点入味，最后再大火收汁，这样皮才会油亮，骨头缝里都入味。哎，这卤料里放的是啥呀？闻着比我妈做的香多了。你这刚来就想偷师啊？秘方。小雪，咱们买药材的钱超支了，尤其是当归和黄芪，已经比市场价贵了2成了。超了也不怕，那。财神爷预支了分红。哎，姑娘啊，这哪是开酒楼啊，分明是开药铺啊！哎呀，这就是你岁数小了。咱们这酒楼呀，重点卖的不就是这药膳吗？贵点也有人来买的。而且我挑的这些药啊，它贵是贵，它药效可都好着呢。好，姐，我以后要去酒楼干活，我会洗碗。哎呦，姐，我也去，我会烧火。你又会烧火啦？小雪啊，我想好了，我还是不去京城了。省着点钱给酒楼周转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，你这腿是必须治的。这是我开酒楼之后第一笔正经花销，非花不可。娘，我爹这腿必须治，是不是？是，你爹呀，他就是嘴硬，夜里老疼的睡不着。那就更得治了。等你这腿好了呀，那不就能陪我去酒楼算账了吗？百味居。欢迎各位，欢迎。好，谢谢各位。欢迎，请进，咱们请进。小雪丫头，我来给你捧场，给我来碗当归羊肉汤。进吧，来都来了，还带啥礼物呀？欢迎。老板，给我来只猪蹄儿，再来个红豆薏米粥。婶子请进，请进。财神爷来啦！欢迎，王掌柜，恭喜开业。快里边请吧，花少爷。对了，专门给你留的杜仲猪腰汤，雅间备着呢，真是风湿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竟比往常灵活些。这丫头真有点本事，不仅有本事，还有一股韧劲。解锁批量复制功能，可指定物品复制。批量复制还指定的？那我要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点石成金。这下好了，我药材、食品这些我都有源源不断的来源，
那我去京城开铺，我做大做强。哎呀，幸好来得及时呀，筋骨还未完全坏死。老夫给你们开个方子，每日针灸半个时辰，加上草药泡腿，不出3个月，保管你能正常走路。大夫，这能治好啊？千真万确，我这腿已经瘸了5年了。爹，你信他，他是神医。来，神医，你若是真能把我爹腿治好，这诊金我给你翻10倍。姑娘放心，老夫行医多年，从不诓人。这方子你收好。杜仲、牛膝、红花各3钱，加水煮沸，兑到浴桶里泡脚，每日1次，不可间隔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大夫。小雪啊，爹这辈子没本事，让你受苦了。爹，你这说的啥话？等你这腿啊真的好了的时候，咱就去京城，咱去百味居的分店，您当掌柜，我呀还当小厨娘。爹，到时候咱们日子肯定比花府还好。好。娘，爹的腿啊有救了，太医说3个月就能治好爹的腿，您就让顶天跟立地看好家，等我回去带你们去城里面，咱们买好大好大的房子。小鸽子，你哭得快点飞，别让我娘担心了。哎，这万能厨房呀，升级的可真及时。现在里面布置的东西啊，够酒楼用上半个月的了。到时候呀，就到京城来，百味居也开过来。小雪，咱们这个月药上卖最好，尤其是这个杜仲猪腰汤，很多老主顾天天来喝。这还不得多亏了花少爷啊！是他给咱们找的药材商，不然这成本啊根本就降不下来。王掌柜，我们少爷有请。花少爷，您找我？请坐。好。尝尝吧，用你的方子做的山药莲子粥。尝尝。这做的真棒，这子怡姐姐的手艺啊，比我的强多了。少拍马屁，我们少爷有正事跟你说。我打算把百味居开到京城去，你来做主厨。工钱方面，你我5分成，如何？我没听错吧？花少爷，你要跟我合开，还让我当主厨？你卖的卤猪蹄还有药膳，已经在镇上打响了名气。京城达官贵人多，一定卖得好。我已经让老林找好了铺子，下个月动工。老林，少爷，您看，这是铺子的图纸。1楼卖卤味儿，2楼开8个雅间儿，这可比镇上的气派多了。我去！我去！姐，你回来了，花父给咱送了好多肉，说
说是给咱留的。姐，还有这个比上次的还香，好吃就多吃点儿。娘，哎，小雪，听老林说你要去京城当主厨。娘，这可不止呢。花少爷说了，他要跟我在京城合伙开店，到时候呀，咱们全家都搬去京城，吃香的喝辣的。那我跟你一块去，给你打下手。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。哎呀，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，爹。以后呀，咱们全家都搬去京城，好好赚钱，再多赚点，给三伯也搬过去。对，三伯也不用受那赵婆子的气了。爹娘，我终于做到了。